大梁王世子，听这名头是不是挺唬人？可惜配上一双瞎眼，在所有人眼里，我就成了王府最大的瑕疵品，还是滞销18年的那个。哎呦，你小声点，别惊扰了咱们的世子殿下用膳。用膳，我看是闻味儿吧。一个瞎子，山珍海味放在面前，分得清吗？风声左前方3步，心跳略快，心虚；脚步声右后方5步，气息虚浮，典型的嚼舌根标配。这世间的恶意真是藏都藏不住，尤其对我这种残疾人格外关注。瞎子哥哥，给你加点菜，不用谢。听说石头补脑子，你这脑子，嘿嘿。哥哥，石头好吃吗？比肉还香吧？我这弟弟妹妹每天的娱乐活动真是10年如一日的有创意，要不是留着你们还有当经验包的潜力，早把你们当石子堆上。最强签到系统加大中，距离激活还剩3天0时01分。穿越此界18年，用这双瞎眼换了这么个玩意儿，快了，还有3天，等老子开了挂，第一个就把这偏院的伙食标准提到5星级，天天吃冷饭，胃都要变成石头了。迎撤！父亲，哟，稀客，我这偏院是刷了隐藏任务吗？怎么今天大佬亲自莅临指导了？身为世子，就要有世子的样子，安分守己，莫要再给王府添乱。添乱？我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这方圆50步，吃饭、睡觉、晒菜。顺便听听强强，请问我是怎么隔着8条街给王府添乱的？是靠我强大的怨念吗？孩儿明白。行，您老放心，等我系统激活，一定安分守己，把你们眼里的乱子捅到天上去。这沙子就当提前补漏。迎撤！什么？随珠公主？那可是大周最受宠的公主，竟然要嫁给一个瞎子废人，这是赏赐还是羞辱？情境之好，这词儿从你们太监嘴里念出来，怎么听都像是送死通知书。这扑面而来的阴谋气息，都快凝成实质了。大周皇朝，你们这届反派开场白能有点新意吗？臣接旨，谢主隆恩。准备一下。准备后事吗？麻烦给我订个豪华套餐，谢谢。随我入京，谢恩。谢恩，怕是去迁遗体捐赠同意书吧？我亲爱的父亲大人，也好，等到了京城，系统应该激活成功了。迁到地点越高级，奖励越好，这波不亏。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，这马车怕是比我年纪都大，一路上没散架，真是气。他妈晦气！为了这么个瞎眼废物，竟要护送他去京城，老子宁愿去边疆砍蛮子。你就知足吧，王爷私下吩咐了，路上不用管他，只要留着一口气到京城就行。这趟差事跟押送一件耻辱的贡品有什么区别？说得对，一件贡品。身为世子，就要有世子的样子，安分守己，莫要再给王府添乱。贡品很好。母亲，他们都忘了你，也选择性遗忘了我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牛掰了，我会让他们一个个的排着队，哭着喊着想起来。笑吧，尽情的笑。等我的系统上线，你们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快乐源泉了。李嬷嬷，辛苦您老等候，我们世子殿下已经到了。
这就是那个瞎子世子，真是晦气，一身穷酸气，这副模样也配得上我们金枝玉叶的公主殿下。咱家是奉了随珠公主之命前来迎接世子的，世子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迎接，这语气，这姿态，分明是来验收祭品的。辛苦，确实辛苦。一路听着嘲讽，坐着震动按摩椅，想不辛苦都难。世子请用茶，我们公主殿下说了，她金枝玉叶，娇贵得很。世子这副模样，可莫要唐突了贵人，否则有什么后果，大梁王府也担待不起。来了来了，经典下马威，我人还没见着，锅就先扣上。这位随珠公主，剧本拿得挺熟练，恶毒女配的标配台词一句不落。哎呀呀，瞧我这老婆子，人老不中用了，手滑了，世子恕罪恕罪呀。很好，演技浮夸0分，但这仇恨值拉得稳稳的。李嬷嬷是吧？随珠公主是吧？这笔账我赢彻用小本本记下了，利息按高利贷算。等老子系统激活，第一个拿你们试刀。距离系统激活还剩2日0时0分。倒是个能忍的，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世子殿下，这便是为您准备的婚房了。公主殿下仁慈，说是您喜静，特意为您挑了这么个清静的。喜静，这地方确实静，静得跟坟地似的。公主殿下还真是体贴入微啊！放肆！我大梁世子岂能住此等？王爷息怒，这可是公主殿下的意思。看，连我名义上的父亲都在用实际行动默认这份羞辱。行，这队友卖得挺果断，这塑料父子情，老子不要了。这是公主殿下赐给世子的新婚礼。盲杖不一，这是在用行动提醒我，认清自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瞎子废物。公主殿下的羞辱还真是充满行为艺术气息。父亲，你的忍耐是为了你所谓的大局和大梁王府，而我的忍耐是为了积攒力量，然后掀翻这该死的欺负。我们早已不是一路人。这羞辱我收下了，连同这些木刺，他们会时刻提醒我今日之耻。系统啊系统，你可快点吧，再不来我就要从忍者神龟进化成刺猬了。距离系统激活还剩1日12时0分。这玩意儿虽然扎实，但用来当备忘录倒是挺合适。摸一下疼一次，仇恨值就刷新一次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咱们那位金枝玉叶的公主殿下其实是凤体违和，有病不愈。嘘，小声点，不要明了。不过这时宫里都传遍了，听说国师亲自卜卦，说此乃凶兆，需寻找贵人见命之人，以大婚之礼行冲喜之事。如此，原来如此，不是羞辱，是死命。我说怎么天上掉下来，偏偏砸中我的瞎子，魂不信女做的，准备把我砸死。可不是嘛，挑来挑去就挑中了这个大梁的瞎子世子，身份够贵，是王府嫡子，命又够贱，是个废人瞎子，正好拿来当药引子。什么药引子？说白了就是个炉鼎，怕是活不过洞房花烛夜，一生精血本源就被吸干，替公主挡了煞，续了命。可惜了，长得倒还人模人样。贵人见命，炉鼎料酒。好的，你们不是要羞辱我，你们是把我当成了行走的十全大补，不玩就扔的那种。这剧情够胆，我想到，不然老子逆袭起来都没成就感。距离系统激活还剩1日0时0分。大周皇朝，随珠公主，你们想要我的命来冲洗？好啊，我就怕你们的喜糖不够红，你们的喜事不够拼。
极品丧尸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我那尊贵的瞎子哥哥吗？怎么住的跟乞丐窝一样啊？这京城的风水，看来不养闲人啊，尤其是不养你这种废人。两只苍蝇六十，原来京城的是不错，把他们养得更枯燥。路在哪里呀？我看不见呀。我是瞎子，我是废物世子。我这弟弟模仿能力挺强，可惜智商是硬伤。等老子能看见了，第一个给你报名戏剧学院，不能浪费了你这身才华。连血脉相连的亲人都以羞辱我为乐，赢家这家风真是淳朴的让人感动。姐姐，你看，我这哥哥虽然是个废物，但好歹也是我父王亲生的，血脉总归是高贵的。想来公主殿下非要他不可，总是有些特殊用处的吧？公主殿下的心思岂是我们能猜的？不过乐小姐说的是，再怎么说也是一位世子呢，总归是有些价值的。用处、价值，在你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件可以随意利用、随时牺牲的工具。很好，等你们发现这工具会要命的时候，希望你们还能笑得痛快些。距离系统激活还剩18小时00分。别急，别急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，我最大的用处和价值就是送你们所有人集体上路。明日便是大婚，是。我何尝不知这是龙潭虎穴，是送你去死。可为了大梁，为了赢家满门数百口人的性命，只能牺牲你了。彻儿，莫怪为父。我不管公主府、大周皇室，明日会提出何等过分的要求，甚至是要你的命，你都必须应下，不得有半分违逆，不得损及大梁王府半分颜面。终于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了，摊牌了，不装了，就是要我死，还得死得体面，死得心甘情愿。这爹当得，真是性价比极高，用儿子的命换家族安稳。嬴彻，你听清楚了，大梁的存亡，皇室的脸面，比你一人的性命重要的多。原来我的命在你眼中如此廉价，甚至比不上那虚无缥缈的颜面。很好，这定价很清晰，等我讨债的时候，利息也好算。孩儿遵命。下去吧。距离系统激活还剩14小时00分。父亲，你想要我应下一切？好啊，我保证，明日我一定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永生难忘的、足够体面的世纪大惊喜。希望你们的心脏承受得住。瞎子，这是公主殿下亲赐的明日仪式流程，你好生看看，别误了吉时，耽误了公主殿下的大事。连世子都是直接叫瞎子，看来是觉得我必死无疑，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。也好，省得我费神应付，有劳嬷嬷了。不用谢奴婢，奴婢这趟来就是提醒你，这流程上的每一个字，你都得刻在骨子里。明日若出了半点差错，可不只是你掉脑袋那么简单，你整个大梁王府都得跟着一起陪葬。又拿王府威胁我，抱歉，我的软肋名单里现在只剩下我自己的命了，弄死你们的决心了。尤其是献血祈福那一环，公主殿下需要的是你最新鲜、最纯粹的本源精血，你可得养足了精神，别到时候挤不出来，惹公主殿下不快，听懂了吗？最新鲜、最纯粹，还挤出来，当我是哪个人？这老婆子孩子功底不错，这阴森劲儿够拍恐怖片了。沐浴圣恩，斋戒净身，登祭天台，献血祈福，以本源之精成苍天之路，佑我大周，国祚绵长。好一个献血祈福，好一个本源精血，通体不见光，只见祭，这哪里是安心？这分明就是一道赤裸裸的催命符，连装都懒得装一下了是吧？很好，既然你们把阴谋摆上了台面，那我也就不用再跟你们客气了。明天祭天台是吧？看看到底是谁祭了谁。距离系统激活还剩7小时00分。亲爱的父王，好好享受你最后几个小时安稳的王爷生涯吧。待会儿希望你还能这么沉稳。哼，你看他那副样子，还端着世子的架子呢。待会儿上了祭天台，看他怎么死。
以后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世子了。哥哥别急，今日总归能看一场好戏，我都等不及看他被放干血的样子了。笑吧，尽情的笑。你们现在的笑声有多大，待会儿的哭声就要有多惨。我这人没什么优点，就是特别记仇，尤其擅长连本带利。快看，那就是大梁的瞎子世子。这就是要去娶我们公主的人，看着是挺俊，可惜是个瞎子。是拿命去冲洗，活不长了。听宫里人说，这位就是被公主殿下当祈福用的祭品了。万亿公主，你想死别拖我们下水。满京城谁不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？现在还装模作样给谁看呢？要不是知道底细，看他这派头，我还以为他手里提的不是盲杖，是权杖呢。果然是高门大户出来的，就凭着这个死到临头的仪态，配上那双瞎眼，出去要饭都比别人多要2碗。父亲，你看到了，这就是你用我的命换来的大梁颜面，真是廉价得可怜。随珠公主吗？别急，我这就亲自来给你送惊喜。皇帝诏曰：大胆迎撤，听宣上旨，为何不跪？倒是个犟骨头，没想到如今懦弱如鸡的大梁，居然还能生出这样不知死活的人物。可惜你的命注定是本公主的，将死之人的倔强，呵呵，真是可怜又可笑。不必计较这些虚礼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嫡公主随珠，凤体承天，有染未亚，感念上苍垂怜，特行献血祈福之典。大梁王世子迎撤，命格殊异，干献北元精血，以成天路，佑我大周，国祚永昌。钦此。献血祈福，不是大婚吗？我就说嘛，随珠公主金枝玉叶，怎会真嫁给一个瞎子？原来是让她当药引的。贵人见密，废物利用，倒是物尽其用。大梁王府这次脸面算是被踩进泥地里了。好狠的手段，好毒的计策，这分明是借冲洗之名行邪法之实。他要让这瞎子世子在天下人面前流干最后一滴血，身败名裂而死。终于到了这一刻，这借命之人的本源精血必将助我冲破桎梏，更上一层楼。能成为本公主的炉鼎，也算是这瞎子废物此生最大的价值了。瞎子，听好，你的死期到了，能成为公主殿下的垫脚石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献血祈福，干献精血，说的真是冠冕堂皇，举世皆嘲，万般羞辱加于一身。这氛围，这排场，够极致。系统老哥，你在不在？我可就真要变回人干了。这签到地点够不够格？恭喜宿主，人如附中18种，最强签到系统正式激活，检测到可签到地点大周皇宫祭天台，是否签到？签，我很感谢。恭喜宿主首次签到成功，获得神话之奖励光谷圣子。终于来了，光谷圣子，果然够意思，正好拿他们试试。请世子献血。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死到临头还敢装神弄鬼？冲洗、炉鼎、献祭，哈哈！拿我的血铺你们的路，拿我的命成全你们的富贵尊荣。随珠公主、大周皇室、大梁王府，你们所有人都该死！这就是光的感觉。18年了，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。色彩不，在我眼里是能量的流动，是生命的减弱，是他们脸上令人作呕的恐惧。你祭品。
就凭你们？嬴彻，不可！你疯了！有何不可？你杀了他，你造反无益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父亲真是会说笑。我若死了，哪怕大梁上下死绝，与我又有何干？混账！我不管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歪门邪道，立刻束手就擒，或许还能留个全尸。父亲难道不知是他们先想要我的命？那你让他们杀便是，就当是为了大梁，为了家族牺牲，是你的荣耀。荣耀？去的荣耀！用儿子的命换来的荣耀，你自己怎么不去死？放肆，装神弄鬼的东西！你耍点小把戏，就能违逆公主殿下的天威吗？来人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将他拿下！动作轻点，别弄死了。人必须活着进炉。从今日起，你我父子恩断义绝。你是什么怪物？荒古圣世，这就是无敌的力量，感觉真不赖。现在该跟正主算算总账了。妖邪，你这妖邪！护驾，快护驾！给本当将这个妖物碎尸万段，碎尸万段！花里胡哨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阵法太慢了。就拿你试试这圣血的硬度。那是纯粹到极致的气血之力，肉身碎神兵，气血震东师。这逆子到底变成了什么怪物？我到底演出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不，他不是我的儿子，绝对不是。他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救我！父皇救我！啊！不要杀我！求求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丹药、功法、灵金、地位，我什么都给你。我让父皇封你为王，别杀我！毒妇视我为炉鼎药渣，让我当祈福祭品，你也配？不要杀我，求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逆子，嬴彻，你真的要一错再错，万劫不复吗？对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父王让你住手。我父皇早就想对大梁下手了，只是没有找到机会。你若是放过我立刻求父皇放过大梁，既往不咎，如何？
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会将他们放在心上？逆子啊，闭嘴！你可知道今日除了是你的冲喜吉日，还是什么日子？是我18岁生辰。是老祖。皇宫大内果然有老怪物坐镇，这气息深不可测。我18年蛰伏，圣体初醒，第一次签到，虽得无敌根基，但修为底蕴尚浅，还不足以正面硬汉这种级别的老怪物，更别提一人敌国，必须先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你要做什么？听说周皇将这毒妇视若掌上明珠，现在它就是我最完美的人形护身符兼紧急补给包。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低贱的废物！放开你的脏手！拦住他！他掳走了公主殿下！放箭！快放箭！挡我者死！那是什么东西？金色的流星。皇城出大事了，大梁的瞎眼世子，他疯了，他掳走了随珠公主。他不是一个废物瞎子吗？怎么可能？想这些有什么用？快跑啊！疯了，他已经彻底疯了，别被波及。放箭，覆盖射击，给我把它射下来！这就是荒古圣体的防御，果真是无敌，站着让你们射都破不了防。不过宫里那个老怪物隔空一击，确实厉害。圣体虽强，我自身修为还是弱了点，有点内部震荡，得赶紧溜，等那老家伙真身追出来。大梁世子迎撤，要一错再错，立刻放下公主殿下，束手就擒。再敢上前一步，格杀勿论。放箭！给我射死他！快！狗皇帝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下次再来取你性命。圣体初醒，又连番大战，消耗太大了。这体质虽好，但也是个大胃王，需要海量的能量补充。这荒山野岭，该去哪里搞点吃的？总不能啃树皮吧？那也太掉价了。啊，这是？我说呢，怎么非要选我当炉鼎？没想到你这毒妇自己就是传说中的渡恶灵主，真是极品炉鼎体质啊！可惜这种体质大多先天有缺，难怪你体弱多病，需要汲取他人本源弥补自身缺陷。你这怪物看什么看？想拿我当炉鼎？现在好，你这极品炉鼎反过来成了我疗伤和补充能量的十全大补，这算是天道好能，还是系统配送的贴心外卖？真是最好的安排。味道还不错，看来在找到稳定能量来源前，这人形补给药不可不听说陛下震怒，已经召集百官入宫，商讨如何处置我大梁。世子他扛着公主一路往北，杀出了京城，仗着公主身份掩护，沿途的高手投鼠忌器，都不敢全力出手。他真该死啊！好好的受死不好吗？为何要发疯？为何要牵连我们？父王，我们怎么办？陛下会不会派兵来抓我们？走，不能再待了，立刻收拾，连夜返回大梁。可是父王，陛下他正在气头上，
我们此时离开京城，岂不是坐实了？是他周氏不忍，欲杀我子在先，如今更是不会放过我。我走，只是为了自保，立刻明白。父王，我们安全了吗？那个怪物不会追到这里来吧？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可这大梁还是那个威震边陲，让我赢霸一生骄傲的大梁，一切都变了。就因为那个逆子，一切都物是人非了。父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嬴彻那个混账掳走了公主，闯下这泼天大祸，皇帝陛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啊，父王。他一个人发疯，凭什么要我们整个大梁王府替他陪葬？我们可是什么都没做啊！够了，陪葬！你们眼里只有自己会不会被连累，却从未想过，若非皇室共我尽力，若非我这做父亲默许牺牲，又何来今日之祸？此事我自有决断。你们先下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打扰。走啦。从今日起，你我父子恩断义绝。我到底养出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他还是我的儿子嬴彻吗？咱家参见王爷，王爷星夜奔波，真是辛苦了。你是？王爷无需紧张，咱家是奉陛下之命，特来给王爷传达口谕的。皇帝的口谕，这么快就如影随形，是来问罪的吗？是，我匆忙逃回大梁，在周皇看来，就是做贼心虚，他怎么会放过这个彻底拿捏大梁的机会？不问罪，反而好言安慰。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？周皇何时变得如此宽宏大量？陛下还说，知道王爷您此刻心中定然愤慨难当，毕竟养出此等忤逆不孝、祸乱朝纲之子，实乃家门不幸，亦是国之不幸啊！横杀，先安抚，再图后继，还是想先把我稳住，剥离出去，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？所以，陛下希望王爷能亲自出手，拨乱反正。拨乱反正，正是陛下希望王爷能以大梁之主，以嬴彻生身之父的身份，亲自讨伐逆贼。陛下有旨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将逆贼嬴彻就地格杀。皇帝竟然要我这个做父亲的，去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，好狠毒的心肠，好一个一石二鸟。父王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这是陛下给我们大梁的机会啊！是啊，父王，嬴彻劫持公主，大闹皇宫，本就是十恶不赦的造反。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嬴家的人了，他就是个逆贼。父王您亲手杀了他，那是大义灭亲，天下人都会称颂。机会？你们管这叫机会？这是要我用亲生骨肉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，这两个主子真是难当大任。杀了那个怪物，不仅能将功补过，洗刷我们大梁的嫌疑，还能向陛下表明我们大梁的忠心。父王，快答应啊！对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大梁就是陛下最忠心的臣子，再也没有人敢小觑我们。忠心？用儿子的命换来的忠心，何其可笑！真这么做，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嬴霸？虎毒尚且不食子。王爷，陛下还说了，若王爷能办成此事，大梁当为诸侯之首。陛下当真如此说？咱家不敢妄传圣谕。诸侯之首用一个儿子的命换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，换大梁未来的显赫。嬴彻，不要怪为父，要怪就怪你生在了这无情无义的帝王家，就怪你不该拥有那不该拥有的力量。臣领旨。太好了，父王终于想通了。
大梁世子之位是我的了。父王英明，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王爷深明大义，忍痛割爱，咱家佩服。此事过后，陛下定不会亏待王爷，大梁前程似锦。父王，那我们现在就调集人手，迎撤那个逆贼，一路北上。若是让他逃入北漠，或者隐匿起来，再想抓到他就千难万难了。迎浩公子所言甚是，夜长梦多，还请王爷早做决断，即刻发兵围剿。对了，王爷，陛下还特意交代了，务必保全公主殿下性命周全。保全公主，是怕我为了杀掉逆子，连公主的性命也不顾了吗？哼，到了这个时候还在算计。王爷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出了什么事？是逆贼，那个逆贼他回来了，就在王府大门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不是应该在逃亡吗？他回来了，那个怪物回来报复我们了，他会杀了我们的。父王，这是天赐良机啊！他自己竟然送上门来了，省得我们千里追剿。公公，您看，这逆贼果然是疯了，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，这是自投罗网。我懂了，南下是障眼法，他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我们大梁，他要杀了我们所有人。父王，他就是个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。都给我闭嘴！他一个人。是，就他一个人，肩上还扛着一个人，好像就是随珠公主。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为父我心狠手辣。这一切该结束了。传我王令，调动王府内所有供奉、警卫，封锁王府所有地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将逆贼迎撤，就地处决。王爷，公主殿下，本王自有分寸。我回来了，带着礼物来报恩了。死到临头还不忘摆公主架子，你这人形补给药倒是挺有敬业精神。来了。去死吧！则8个方向配合，达成默契。可惜在我这双眼睛里，你们的动作慢点，像是在表演慢动作默剧。我真是小看这个逆子，8大供奉每一个都是我大梁倾注无数资源培养的基石，是震慑四方的利器。他竟然如同砍瓜切菜般，此子绝不可。我不管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妖邪之术，现在立刻放下公主，束手就擒，或许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束手就擒，父子，几天不见，你的效果进步了不少。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身后是大梁王府，是大梁数百万的黎民百姓。你难道要因为你一人的狂悖无知，牵连他们所有人为你陪葬吗？王府是你的，百姓亦是你的。王府上下如我，欺我，视我如猪狗。整整18载，堂堂大梁世子被亲生父亲送入京城，充当祭品，药渣命悬一线。
你口中的数百万百姓，可曾有一人为我发声？可曾有一人觉得不公？你们也配？逆子，你父不父，子非子，国非国。你们该杀。好一个父不父，子非子，好一个国非国。你以为凭着你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邪门力量，就可以无法无天、忤逆弑父了吗？今日我便让你亲眼看看，我大梁王府能在这边陲之地屹立百年不倒，靠的究竟是什么？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来吧，正好用你来磨砺我。好强的肉身力量！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体质，竟能硬汉我的玄铁宝刀？这就是你最大的本事。跟我一身蛮力，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冲过去。废物终究是废物，就算得了知己，也改变不了你骨子里的卑微和下贱。18年了，你还是那个只会让我蒙羞、见不得光的瞎子。嬴彻，你别再负隅顽抗了，只要你放下我，束手就擒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向父皇求情，饶你一命。你听到了没有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你难道真的想死在这里吗？逆子，结束了，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吧。丁，检测到可签到地点大梁王府，是否签到？签到，立刻签到。丁，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神话级功法奖励吞天魔功入门篇。吞天魔功，吞噬万物本源，化为己用，乃无上魔道圣法。这又是什么邪法？不能让这逆子再继续下去。你真的觉得自己赢定了？找死！这是什么妖法？我的内力，我的刀意，都在被吞噬。现在轮到我了。父王败了，大梁战无不胜，如同擎天巨柱的父王，竟然被这个废物一拳打败了，怎么可能？你想去哪儿？饶命！饶命啊，世子大人！不，王爷，云王爷，我只是个传话的，身不由己啊，都是皇帝的命令，不关我的事，求求您饶了我这条贱命吧。嬴彻，你这个逆贼！怪物，你敢打伤父王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，天理不容！怪物，你这个该死的怪物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会遭天谴的。回去，告诉那个坐在龙椅上的狗皇帝，他的公主我收下了，他的江山我也很快会去取。大周无道，必崩溃。公主，今我嬴彻以大梁为基，立其遗己，誓伐暴周，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
是王爷。您昨日宣言已传遍王城，如今人心惶惶，流言四起。大周朝廷那边，李文书，王府库房里还有多少存粮？多少军械？能动用的金银还有多少？回王爷，存粮月末够王府及亲卫3月之用，军械大多已被前王爷调去边关了，金银也大半用于军饷。真是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还是个空架子王爷。开局一把刀，不对，刀还是我自己，这造反的起点够寒酸。传令下去：第一，王府即日起一切用度减半，包括我。第二，张贴安民告示，就说我营撤反的是无道周氏，与大梁百姓无关，让他们该干嘛干嘛。第三，把大梁境内所有贪赃枉法、名分极大的官吏名单，还有周边所有山贼土匪的据点，给我整理出来，越详细越好。王爷，您这是要……没钱没粮，简单，是时候去找那些土财主们借一点了。哼，装模作样！你以为占了这空壳子王府就能对抗我大周100万铁骑？做梦！我父皇的怒火很快就会将你和这大梁一同碾为齑粉。你的价值除了当补给药，就只剩下这点聒噪了吗？看来这吞天魔功不能直接对他用狠的。不然这补给药容易一次性吸干，得细水长流，或者找些别的营养源。那就是新王爷，看起来好年轻，那双眼睛真是吓人。嘘，别乱看，听说他一个人在京城杀得血流成河，把公主都抢回来了。咱们这大梁怕是要变天喽！三个探子，一个大州官府的，2个像是其他势力的老鼠，效率挺高，这么快就摸过来了。不用找，味道一般，比冷饭强点。这些探子先留着，正好让他们把消息传回去。让某些人睡不着觉。郡守赵坤，大梁境内最大贪官，贪墨军饷，欺压百姓，位列名单第1。很好，今晚的赞助商就是你了。杂子，这贪腐水平专业，比我那便宜爹会捞多了。不错，感觉圣体又变强了一些，可持续发展，细水长流。至于这些金银，留给后面安抚百姓用。王爷，神了，真是神了！那赵坤赵郡守昨夜家中宝库莫名遭劫，所有珍藏的灵药宝物尽数化为飞灰。他今天一早哭嚎着来王府，求王爷您为他做主呢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，怕是亏心事做多了，遭了天谴吧？让他把府库里的金银清点一下，充公，用于安抚城西受灾的流民。是，王爷。还有，按照您的名单，周边3伙为祸最烈的山贼，他们的老巢昨夜也同时被神秘高手端掉了。贼首伏诛，财物部分被焚毁，部分正在清点，不日便可运回王府。吞天魔功干活就是利索，就是有点费材料。这下钱粮问题暂时缓解，也该让这些兵油子们收收心了。传令，即日起，大梁军饷提高3成，伤残退伍者，王府出资抚恤，但若有吃空饷、欺压士卒、临阵未战者，犹如此案。谨遵王爷号令。都退下吧。抄家灭寨果然是发家致富，不是积累资源的捷径。照这个速度，圣体很快就能达到下一阶段的瓶颈。
只是光靠这些零散资源还不够，需要找个大号的签到地点，或者更强的养分。狗皇帝的第一波讨伐军应该快到了吧？可别让我等太久，我的拳头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关上的大梁叛军听着，速速开关投降，交出逆贼营撤和公主殿下，否则天兵一到，鸡犬不留。王爷，是王爷来了。营撤，你竟敢亲自前来送死，真是天大的功劳！二郎们，给我！一拳，数百精锐灰飞烟灭。还有谁想拿我的人头去领赏？逆贼营撤，本帅乃大周掌门速速出关受死，否则我关今日不尽大礼。总算来了点像样的，数万人的气血煞气，不知道吞天魔功能不能吞。废话少说，想要我的命，自己来拿。结阵，万箭齐发，弩炮准备，给本帅将他射成四枚。来吧，让这场剑雨成为我圣体与魔功的最佳磨刀石。放箭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在军阵面前，个人有我是螳臂当车。那是吞天魔功连军阵杀气，攻击都能吞噬中医。虽然下路直接吞噬生命本源，但这感觉真不赖。这波箭矢质量比御膳房的底线强多了。就这，你们大周军械库是让老鼠啃空了吗？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劲。妖法。果然是妖法！全军听令，解封使阵，随本将军碾死这个妖人。正好用你们试试圣体力量的极限。将军，你的头我收下。将军死了，快跑啊！怪物，他是怪物，不可力敌。乌合之众，看来大周城平日久，所谓的精锐也不过如此。正好用这场溃败给那狗皇帝送份大礼。王爷万岁！大梁万岁！王爷万岁！王爷大梁万岁！王爷万岁！王爷万岁！大梁万岁！陛下，不好了！征北将军冯坤，他全军覆没。冯将军被那逆贼营撤，一拳轰杀数万大军，溃败千里。什么？废物！冯坤这个废物，数万大军竟被一个黄口小儿一拳，这怎么可能？那营撤当真如此厉害？回陛下，千真万确，那营撤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。双眼泛着金光，如同妖魔。冯将军在他手下走不过一招。传朕旨意，昭告天下，营撤乃祸是妖孽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悬赏黄金万两，封万户侯，取其首级者，朕不吝封赏。另外，请国师入宫，朕要亲自与他商议，请动皇陵卫之事。
吞噬了这么多资源，加上一场大战的磨砺，圣体似乎快要触及第一道瓶颈了，感觉像是有一层无形的壁垒，一旦突破，实力应该能再次暴涨。不过，光靠这些普通资源还不够，需要更高质量的能量或者更强的压力。检测到可签到地点大梁地下灵脉节点，是否签到？地下灵脉，签到。丁，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地脉精华1缕。突破了，荒古圣体第一重天圆满。感觉现在在面对那个冯坤，一拳就能把他打成屑物，根本不用第二下。国师，黄灵卫可能出动。陛下，黄灵卫守护龙脉祖灵，非亡国灭种之危，不可轻动。那营彻虽强，但据老朽观察，其力量尚未达到撼动国本的程度。贸然唤醒黄灵卫，恐惊动祖灵，消耗国运。难道就任由那逆贼在大梁做大，打我大周的脸面吗？陛下莫急，老朽已传讯玄冥宗，他们对此子很感兴趣。另外，北漠那边的狼王庭似乎也对这块肥肉动了心思。引狼入室，驱虎吞狼，方为上策。让他们先去试试此子的成色，若两败俱伤，我大周正好坐收渔利。好，就依国师所言，传令边境，对北漠异动暂作不止。朕倒要看看这营撤能撑到几时。王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缴获的军械、粮草已清点入库，足以支撑我军扩编至10000人，并可支撑半年用度。招募新兵的命令已下达，应者云集。王爷，如今我军士气正盛，是否应趁势南下，夺取几座关隘，扩大地盘？不急，地盘太大，守不住就是负担。当务之急是消化现有成果，整训军队。传我令：第一，新兵训练由你们几位全权负责，按照这卷基础炼体诀操练，不得有误。这基础炼体诀是我根据圣体简化出的炼体法门，虽远不及圣体，但也可以强身健体，激发气血，让新兵快速形成战斗力。第二，大梁境内所有适龄孩童皆可入新设的武堂学习打熬身体、识字明理，费用由王府承担。第三，颁布垦荒令，鼓励百姓开垦荒地，3年内免赋税。王爷英明，这是真正的立足长远之策。造反也是个技术活，不能光靠莽，根基不稳，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希望那狗皇帝多给我点发育时间。终于来了点不一样的老鼠，这气息不是军方的人，更像是修行者。玄冥宗的，是大周皇室请来的帮手，还是对我本身感兴趣？这玄冥宗的路子够邪门，人死了连点残渣都不留，想用吞天魔功捡点漏都不行，差评。哼，知道怕了。玄冥宗的高手可不是冯坤那种废物，他们擅长操控尸魁，炼制阴毒，杀人于无形。你等着吧，很快就会有更多。看来你对这玄冥宗挺了解，说说他们老巢在哪儿，有什么宝贝？宗主是男是女？好看吗？你休想从我这里套话。不说算了，反正他们迟早会送上门来，到时候我亲自问。你说我把他们宗主也抓来给你作伴怎么样？你们可以交流一下被俘虏心得。则不惊动，还是研究一下从黑水中提取的阴煞之气吧。能量性质很奇特，冰冷死寂，但似乎也能被转化。虽然味道有点像放馊了的隔夜饭，但蚊子腿也是肉。来了5只老鼠，看来玄冥宗是打算先摸清我的底细，也好陪你们玩玩。哎呀，老伯，对不住，没砸到你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搞定，带路打雕，技艺安装，等你们聚在一起，正好来个一锅端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整。确认了，目标就在王府，气息深不可测。冯坤败得不冤。
他今天还故意接近我，似乎有所察觉，但又不像。管他是否察觉，长老有令，布下五鬼阴煞阵，此地阴气冷冽，正是布阵最佳之所。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跑这儿来搞团建，也不点个亮堂的灯，多伤眼睛。明澈，你竟敢自投罗网！网在哪儿？就凭你们这几条小杂鱼，加上这个漏风的破院子，地方选的不错，挺适合当你们的目标。味道虽然不大，但能量还是。现在能告诉我你们玄冥宗的老巢在哪儿了吗？或者你们长老什么时候到？休想跟我一起死！想自爆？不说就算了，反正你们长老应该快到了吧？我就在这儿等他。好得很，嬴彻，你竟敢杀我玄冥宗门人，还敢在此等候，真是狂妄至极。等你半天了，老头儿，你们玄冥宗办事效率不行啊，手下死光了才露面。牙尖嘴利，本长老便让你尝尝抽魂炼魄的滋味。这老家伙的能量比那些弟子精纯多了，大补。怪不得敢杀我玄冥宗弟子，果然有点本事。吞噬你竟然能吞噬我玄冥煞气，这是什么功法？想要自己来拿，不过看你这样子，怕是没那个牙口。小辈，替我动用禁术玄冥秘法，九幽幻灵。有点意思，这召唤物能量级别不低，看来这老小子要拼命。丁，检测到可签到地点，被引动的阴煞地脉节点是否签到？竟然还有意外收获！签到，签到。丁，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破邪雷符，对阴邪鬼物有极强克制效果。死吧！在我的九幽鬼灵面前化为脓血。谁来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日阳神雷？哼！想跑？问过我的拳头了吗？不，修为自首，明彻，我玄冥宗不会放过你，遵旨他。爽！这波经验包够大，吞天魔功和圣术都精进不少，留着也是祸害，不如……王爷，根据边境哨探，北漠狼王庭似乎有大规模调兵的迹象。另外，大周朝廷那边暂时没有新的讨伐军派出，但边境封锁更加严密，
王爷，若北漠大举来犯，我军新城恐难以两面作战。无妨，大周皇帝想坐山观虎斗，让我们和北漠拼个两败俱伤，那我们就先专心招待好北漠的客人。传令下去，边境加强戒备，但不必主动出击。另外，把我们缴获的那些用不上的、带有大周标记的军械，挑一部分，想办法送给北漠狼王庭的左贤王部。王爷英明。左贤王与如今的狼王素来不和，此乃驱狼吞虎、祸水东引之策。让他们狗咬狗去。我们抓紧时间继续种田，等他们咬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出去收拾残局。这些军械品质极佳，远超我们部族所能打造，来源可靠吗？是从一支被击溃的狼王庭巡逻队残骸中发现的。哼，狼王最近频频从大周那边获得资助，实力膨胀的厉害，看来是铁了心要压服我们左贤王了。大汉偏心，每次劫掠好处他们拿大头，危险的仗却让我们打，如今更是联合周人打压我们。左贤王才是老汉王指定的继承人。有了这批军械，我们的勇士就能武装到牙齿，不能再忍了，必须让左贤王早做决断。我的好弟弟，你联合外人来对付自己的兄长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这北漠的王座该换人了。左贤王，他竟敢私藏大量周人军械，暗中扩军，他想干什么？造反吗？大汗，左贤王部本就对你们继承汗位心存不满，如今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作乱了。必须趁其羽翼未丰，尽快发兵讨伐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传令，集结王庭精锐以及依附我们的各部族勇士，本汗要亲自率军踏平左贤王部，用他的人头警告所有心怀不轨之人。火种已经埋下，就看什么时候点燃了。左贤王，你可别让我失望了。还有玄冥宗，吃了这么大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下次来的恐怕就不是外门长老这种级别了，得抓紧时间再提升一升。什么人在这里？你给我出来！嬴政，杀我玄冥宗长老，夺我宗门秘宝，其罪当诛。本座送你上路。玄冥宗内门高手，果然来了个硬茬子，吃我一拳！这样下去不行，这老小子跟泥鳅一样，得想个办法限制他。此子肉身果然强横，竟能应接我玄冥旨意而不死，威势之力更爽了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就是现在，收！这是什么？给我中！这次看你往哪跑！嬴彻，你不得好死！我玄冥宗不会放过你！宗主已是神通秘境，他一定会将你抽魂炼魄。神通秘境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不过那又如何？等我吞噬够多，圣体再度突破，谁练谁还不一定呢。干掉一个内门执事，比吞噬10个外门长老还补，这玄冥宗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这令牌似乎是身份信物，先收着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左贤王那个蠢货这么快就被挑动，玄冥宗的内门执事竟然也折在了大梁。那嬴彻，难道真是朕的克星不成？陛下息怒，此子成长速度确实远超预料，看来寻常手段已难以制衡。
那该如何？难道真要请动皇陵卫，或者国师你亲自出手？老朽还需坐镇京城，以防不测。至于皇陵卫，未到其时。不过老朽可修书一封给天机阁的那位老友，或许他能推算出此子的命门或弱点。天机阁若能得他们相助，必能除此心腹大患。好，就依国师，无论天机阁提出什么条件，朕都应允。这就是圣体二重天的力量吗？感觉现在再遇到那个内门执事，一拳就能把他打成渣。是天机阁，还是别的什么？王爷，北漠内战愈演愈烈，左贤王与狼王主力在野狼原血战3日，双方死伤惨重，元气大伤。据探子报，左贤王已显败相，正向西败退。王爷是否趁机出兵，坐收渔利？此时出击，必能一举重创北漠。不急，困兽犹斗，此时插手，反而可能让他们暂时联合起来对付我，让他们继续流血，流干最后一滴血。李文书，我让你查的关于天机阁的记载，可有眉目？回王爷，天机阁神秘莫测，典籍中记载极少，只知其门人极少现世，但每一次出现，都伴随着王朝更迭或惊天大变。据说他们擅长推演天机，不算命运，能于千里之外决人生死。推演天机，决人生死，听起来比玄冥宗那些玩尸体还要蛮横。看来得想办法干扰一下他们的推算，或者让他们算不算。天机阁既然你们想算，那我就给你们加点变量。吞天魔功中记载一种偏门，用于蒙蔽天机，混乱阴阳。虽然此法门极难修炼，对神识消耗巨大，但若成功，则能干扰他人推算。想算就没那么容易。根基打是时候加点催化剂了。你们是我大梁的未来，但光有架子不行，需要实战的努力。北漠内战江西，溃兵流寇四级，我给你们1个月时间，以100人队为单位，清剿边境300里内所有北漠溃兵和损坏，以首级和缴获论军功，表现最优异的3支100人队。我将亲自传授更强的炼体法，并赏赐灵药。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，是应对未来危机的底气之一。此子命格竟如此古怪，似有蒙蔽天机之能。这层迷雾蕴含吞噬与混乱之道，不似此界手段。师祖，可能算出其命门或弱点。天机混沌，变数丛生。强行推算，恐遭反噬。不过，观其行事，霸道强势，重根基，善阳谋，其事已成，难以速破。告知周皇，欲除此子，需耐心，需戒视。耐心。届时，天机阁就给朕这么一句空话。那营彻在大梁搞得风生水起，军队也练起来，难道朕就这么眼睁睁看着？陛下，天机阁既然说虚借势，便有其道理。北漠内战江西，无论谁胜谁负，都元气大伤。陛下何不派遣使者，暗中接触胜者，许以重力，诱其继续攻打大梁？此乃驱虎吞狼，亦可试探营彻如今深浅。有急报，狼王与左贤王于金帐河畔决战，狼王惨胜，左贤王重伤遁走，不知所踪。
狼王自身亦身受重创，北漠王庭实力实不存一。好，真是天赐良机。国师就依你之请，立刻派密使前往北漠王庭见那狼王，告诉他，只要他肯继续发兵攻打大梁，朕愿提供粮草军械，并承认他为北漠唯一大汗，甚至割让边境3州之地，也未尝不可。陛下圣明。此外，老朽建议可同时诏令天下，将嬴彻污蔑公主、修炼邪功、勾结北漠等10大罪状公之于众，集结天下正道之力，共讨之，双管齐下，方可奏效。准，立刻去办。朕要让他嬴彻成为天下公敌。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一股充满怨恨、疯狂的气息在快速接近大梁王城？这股气息不属于人类，也不像玄冥宗的阴煞，更像是一种濒临毁灭的野兽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感觉有点熟悉，像是左贤王。不对，他的气息没这么混乱和绝望。怪物，放箭，快放箭！嬴彻，都是因为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吞了你！果然是自信，这气息混杂了狼骨头的狂野，某种冰毒的诅咒，还有玄冥宗的煞气。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，而且实力暴涨这么多？我需要更多的力量，吃了你就能夺回一切。这玩意儿不仅长得丑，还自带精神污染，真是 buff 叠满。杀！杀！力量更多！玄冥狼神赐我力量。修复，能量属性还这么杂，真是个难缠的怪物。这味道比玄冥宗的隔夜饭还难吃，跟馊了的泔水拌了毒药一样。还会远程吐痰，真当老子是好欺负的。嬴彻、狼王、玄冥宗，他们骗了我，诅咒和力量是陷阱，杀了我。被狼王和玄冥宗联手算计了，真是可悲。不过你这副样子，活着也是痛苦。要自爆，这能量级别，这疯子的自爆威力还真够劲。要不是凭借圣体2重天的强悍防御和吞天魔功的吞噬之力，这次还真的会阴沟里翻船。不过虽然受了伤，但强行吞噬了爆炸中心最精纯的毁灭能量，圣体气血变得更加凝练，对驳杂能量的抗性和炼化能力也提升了不少。福祸相依，这算不算又蹭了一波经验？就是方式有点费命。狼王、玄冥宗，这份厚礼我记下。使者，左贤王那个废物失败了，他已化为灰烬。不过，
嬴彻似乎也受了伤，宗主对此次试验品的表现很不满意。狼王，你答应提供的生魂和血石该兑现了。放心，本王这就下令污灭3个不听话的小部族，他们的灵魂和血肉尽数供奉给玄冥宗。很好，宗主会亲自出手了结嬴彻，你做好准备，届时配合我宗瓜分大梁。嬴彻、玄冥宗都是吃人的豺狼，但本王别无选择。果然，战斗才是最好的催化剂。这次因祸得福，吞噬大量毁灭之力，竟然让我距离突破圣体3重天都不远。怎么被北漠的怪物打伤了？看来你也不是无敌的嘛。问你个事儿，你们大周皇室或者你知道的什么地方有那种阳气很重，或者雷霆之力特别浓郁的地方，比如至阳之地，或者常年遭雷劈的山头之类的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想遭雷劈吗？对，就是想找个地方挨雷劈。你知道哪儿有吗？疯子，据说南疆与中土交界处的坠龙涧，还有极北之地的雷域谷，都是绝地，常年雷霆不绝，无人敢靠近。坠龙涧、雷域谷，听起来就是高级签到点的样子，肯定能签到出好东西。而且至阳雷霆正好克制玄冥宗的阴煞鬼气。谢了，回头要是真挨雷劈没死，给你带点土特产。坠龙涧、雷域谷，下一站就去那里签到。客官，看您方向是往南边去，最近南边可不太平啊。听说坠龙涧那边异动频频，雷暴比往年猛烈数倍，好几个想去碰运气采药的队伍都失踪了。哦，异动频频，具体说说。都说是有异宝出世，引动了天象，不少修行者都赶过去了。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，乱得很。客官，您要是没什么要紧事，最好绕道走。异宝出世，这么巧，该不会是系统安排的副本活动吧？听起来更值得一去了。多谢告知，我就是喜欢凑热闹。妈的，这鬼地方的雷电怎么变得这么狂暴，根本进不去。异宝竟然不凡，再扔地肯定有办法。就是这里了，这雷霆之力够劲，不知道在这里签到能给我什么好东西。站住！此地已被我霹雳门封锁，闲杂人等速速退去，否则休怪老夫引动雷霆，将你轰杀成渣。霹雳名字倒是挺响，想霸场子，问过我的拳头了吗？好狗不挡道，找死！雷光掌！我的雷霆内力被吸收了，电量不足，差点意思。还有更带劲的吗？又是一个怪物！快传讯宗门，坠龙涧出现能吞噬雷霆的怪胎，绝非我等能招惹。爽，这才叫充电宝，比大梁那点地脉精华给力多了。在这里修炼效率倍增。这是雷灵，正主出现了，这能量够纯粹。系统该干嘛？检测到可签到地点坠龙涧核心雷池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神话级奖励9霄御雷真诀。这是把我当成同类了。
看来光签到还不够，得把你也签收了才行。脾气还不小，正好用你来修炼这刚得到的九霄御雷真诀。给我吞了它，扛住！只要消化掉这股力量，我的实力将发生质的飞跃。圣体三重天成了，跟着我，带你去看更广阔的世界，总好过在这里永远当个井底之雷。搞定！这波坠龙剑副本收获巨大。圣体突破，获得雷法，还收了个雷灵宠物，值了。迎彻，本座亲自来取你性命了。玄冥宗宗主，能连杀我宗长老，只是更引得本座亲临。迎彻，你足以自傲，交出吞噬秘法与本命雷灵。自废修为，可留全尸。老东西，废话真多。想要我的东西，自己来拿，看你有没有那副好牙口。一上来就开大，这老怪物果然不是之前那些杂鱼能比的。好快的速度！果然有些门道。你这肉身，你这功法，都将是本座通往更高境界的资粮。好诡异的指令，不能被他碰到要害。看你能躲到几时？待你气血耗尽，你身死道消之时。这老鬼身法诡异，指力阴毒，不能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，必须创造反击的机会。吃我一拳！竟能应接本座玄冥指力，你的肉身比传闻中更强。近身战，这是我的优势领域，用圣体力量和雷霆之力压制他。此子肉身强横，雷法棘手，更有那诡异的吞噬之力附身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需以雷霆万钧之势，一举将其镇压。玄冥秘法，九幽黄群斗。这招不能硬接，单靠圣体和雷法不够，吞天魔功也来不及完全吞噬这么庞大的能量，怎么办？对了，雷灵，伙计，别睡了，借点力，不然咱们都得玩完。雷帝临时，九霄御雷真诀。此子消神雷，你怎能引动此等神雷？这不可能！现在，走，接我这招！庶子敢尔！是你逼我的，与本座一同落入无间吧！无情劫，神通自爆！疯子，他想自爆，来不及走了。妈的，拼了！真死人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！顶天魔功，给我吞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！怎么会这样？
该死，这老鬼的能量也太庞杂了，阴煞之气太重，差点把老子的经脉给惊。圣体四重天成了！吞噬一个神通秘境的宗主，比吞噬千百个杂鱼加起来还补。虽然让那老鬼跑了一缕残魂，但下次再遇到，不用雷灵辅助，光靠拳头就能把他活活锤死。是时候回大梁了，接下来该找那狗皇帝好好算一算总账。这都过去好些天了，王爷孤身前往的坠龙剑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真是让人担心啊！放心吧，王爷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在世神人，一拳能轰杀数万大军的主帅，区区一个玄冥宗，肯定不是王爷的对手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那玄冥宗主，据说也是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。金色的光，是王爷，王爷回来了。王爷，您回来了，太好了。情况如何？回王爷，您不在期间，大周朝廷派来使者，在阵前宣读诏书，罗列了您10大罪状，污蔑您修炼邪功，勾结北漠，秽乱宫闱，严司极其恶毒，还悬赏万金取您首级。李文书和几位将军气得当场就要斩了使者，被劝住了。10大罪状，呵，真是难为他们凑出这么多人。使者还在吗？还在医馆。带我过去，本王亲自。迎彻，你回来了！陛下诏书在此，还不跪下接旨，认罪伏法？认罪伏法？你竟敢焚毁圣旨，大逆不道！回去告诉周皇，他的10大罪状我收到了，不久之后我会亲临皇城，一条一条跟他当面算清楚。至于你舌头太长，留着我。把他丢出去！恭喜王爷平安归来，修为大进。如今王爷携大圣玄冥宗主之威，我大梁军民士气如虹。王爷，如今我军兵精粮足，士气正盛，北漠内斗，两败俱伤，玄冥宗主力尽丧，是否即可挥师南下，直捣黄龙，一举覆灭大周？直接南下，时机还未完全成熟，就算打赢了也是惨胜。大梁的根基还不够牢固，南下是必然，但不是现在。传我王令，一新军扩编至3万人，严格按照我改良后的基础炼体诀和军阵合击术操练，不得有误。这炼体诀融入了部分圣体气血运转的皮毛，长期修炼足以打造出一支气血雄浑的精锐。军阵合击术则能让他们在面对紧急时，末将遵命。第2工部加紧打造新型工程器械与防御工事图纸。我已将部分构想留在书房。王爷深谋远虑，老臣佩服。我等必竭尽全力巩固根基。第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即日起，大梁境内所有政令军务皆以安民强兵积粮为最高准则。我们要打的是堂堂正正之战，而非流寇掠袭。根基不足，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都去忙吧。
反了，彻底反了。焚毁圣旨，打伤使者，公然宣战。营车镇与你势不两立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集结全国兵马，踏平大梁，将那逆贼碎尸万段。陛下息怒，此刻倾尽全国之力与营撤决战，绝非上策。国师，难道要朕继续忍受这奇耻大辱吗？陛下，营撤如今气势正盛，连玄冥宗都在其手中吃了大亏。此时仓促决战，胜算几何？即便胜了，也必是惨胜。届时我大周元气大伤，四方蛮夷境内宵小，又当如何处置？陛下，北漠狼王与左贤王内斗以惨胜收场，此刻正是需要恢复实力的时候。陛下何不许以重力把大梁划分给他，让他和大梁继续撕咬，互相消耗。待他们两败俱伤，陛下再以雷霆之势出兵，既可收复大梁，亦可顺手除掉北漠狼王，一举两得，岂不美哉？好，就依国师之言，派人秘密接触北漠狼王，告诉他，只要他能打败营撤，大梁就是他的地盘了。营撤，滚出来受死！就凭你们这些虾兵蟹将，也敢来攻打大梁？狂妄！上，给本王碾碎他！乌合之众。丧家之子，不可以欺。长生天，狼神，请聆听您最后子民的呼唤，以我狼王之血，以我北漠残存之气运，召唤远古的英灵，荡涤眼前的仇敌。临死前还要搞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。营撤，你来了，正好与本汉一同见证远古狼神的降临吧！将在这股力量下化为基础。这股能量混杂了信仰、气运和生命，虽然驳杂，但质量低。吞了你，我的圣体应该能再进一步。可惜空有力量，没有灵智。真是大不了，比吞噬玄冥宗主那股阴寒能量舒服多了。自今日起，北漠之地并入大梁，设为大梁行省。你等部落需遵从大梁律令，解散私兵，接受整编。若有异动，谨遵王爷法令，我等绝无二心。王爷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据探测，北漠大梁行省境内发现大型玄铁矿3座，中型灵石矿脉1条，以及诸多珍稀草药产地，此乃天佑我大梁。很好，立刻组织人手，有序开采，优先用于军械打造、军队修炼，同时迁徙部分大梁熟练工匠和农户北上，传授技艺，兴修水利，要让这片土地真正活起来。臣明白。王爷，还有一事，天机阁来了一位使者，说是有要事禀报。天机阁，我还没去找他们，他们倒是先找上门了。知道了，好好做事，大梁不会亏待有功之臣。大梁的未来比你们困守风沙时只会更好。恭喜王爷，一战平定北漠，气运更盛。你们天机阁好大的胆子，
上次窥探我的账还没找你们算，竟然还敢主动找上门来！王爷莫要动气，我此次前来是为给王爷传递一个消息。消息说来听听。周皇已知北漠败亡，玄冥宗覆灭他狗急跳墙，你决心不惜代价提前唤醒所有皇灵卫，并准备血祭3座城池的百姓，以怨魂之力强行灌注，让皇灵卫短时间内获得超越极限的力量，直扑大梁而来。血祭百姓，他当真疯了？绝望的野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天机阁虽不直接介入纷争，但此等有伤天和之事必不能做事。这份预检中记载了皇灵卫能量核心与龙脉连接最关键的3个节点位置，只要同时破坏这3处节点，皇灵卫不攻自破。你们天机阁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不信你们只是乐于助人。王爷不必多疑，我阁所求不过是在未来的变局中结一份善缘。况且看着这潭死水被搅动，不是很有趣吗？不管你们目的为何，这份情报如果属实，我承你的情。此事宜快不宜迟，小女子预祝王爷马到成功。周皇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血祭3城，这周皇竟丧心病狂至此，王爷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王爷，那3座城池皆在大周腹地，守军众多，我军主力若长途奔袭，必被以逸待劳的周军主力拦截，恐难及时救援。而且还要分兵同时攻击3个龙脉节点，这兵力实在捉襟见肘。龙脉节点由我亲自负责，这3个地方相距不远，我能在极短时间内逐一摧毁。李文书，你坐镇大梁，统筹后方。王将军，我给你5000最精锐的轻骑，配备最好的战马和弩箭。你的任务不是攻城，而是佯动。请王爷明示。你率领这支骑兵大张旗鼓，做出直扑大周东部粮仓江淮府的态势，沿途多设疑兵，闹出的动静越大越好。末将明白，吸引周军主力注意力，为王爷创造机会。赵将军，末将在。你率领2万主力，偃旗息鼓，秘密运动至3个城池外围，隐蔽待命。一旦看到龙脉节点被毁的信号，皇灵卫必乱。你即刻率军攻城，以最快速度击溃守军，中断血祭一事。记住，你们的任务是救人，不是占地。末将遵命，必不负王爷所托。此战关乎无数百姓生死，亦关乎我大梁国运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第1个节点乾隆渊就在前方100里，必须在周皇完成血祭准备前拔掉这3个钉子。守卫森严，但还不够看。就是这里了，必须一击必毁，不能给他们启动防御阵法或传讯的机会。不好，龙脉节点被毁了！快传讯！还差最后一步，速度要快，必须在周皇反应过来之前。九霄御雷真诀，万雷天牢引。信号一发，周皇，你的傀儡
大军该散架，接下来该去收拾。陛下，潜龙渊、盘龙岭、混龙潭3种节点信息全无，龙脉受损了。陛下，刚接到急报，那3座准备举行仪式的城池已被大梁精锐攻破，守军溃败，仪式中断。迎彻，你这逆贼，要你胆敢毁朕江山根基！传朕旨意，开启祖灵，将所有皇陵卫全部唤醒，立刻，马上！陛下，龙脉受损，此时强行唤醒所有皇陵卫，恐其失控，甚至反噬。朕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就算耗尽大周最后一丝国运，朕也要将那逆贼碎尸万段！快去！那是什么？周皇，滚出来受死！来了，他终于来了！嬴彻，你以为毁了龙脉节点就能动摇大周根基？可笑！今日便让你这逆贼见识下何为皇皇天威，不可侵犯。躲不开，这力量锁定了我周身气机。沉重，这就是国运的压迫感吗？果然够紧，连圣体4重天的防御都快扛不住了。可一击而不死。你的肉身果然已非人间范畴，但你能扛住几下？这样下去不行，圣体肉身再强也有极限。想震我，吞天魔功给我吞！你竟敢吞噬国运，疯子！你这是自取灭亡，国运反噬，天道不容。撑住，必须撑住！给我炼化！突破到圣体5重天了。不可能！吞噬国运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窃国者拥守旧者，你这国师也该随着腐朽的周氏一同去了。不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国师，快来人给我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皇陵卫呢？怎么还没有唤醒？终于都出来了，也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
速度不慢，力量也够强，配合默契远超普通军队。可惜没有灵智，招式死板，全靠本能和预设的阵法驱动。这些皇陵未放不顾之疼痛，不顾损伤，只要核心未被彻底摧毁，就能迅速吸收皇城的龙气，修复自身，再次悍不畏死。宁彻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朕的皇陵味儿，不死不灭，任凭你肉身再强，力量再大，也会被活活耗死。今日皇城之外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不死不灭，靠着剑气和龙脉的延残补考试，也配撑不死。看，这不是死了吗？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核心在头部？此速度远不如前，弱点1。拦住他！快，放箭，启动所有阵法，护驾，护驾！周皇，你的乌龟壳破了。宁彻，是你逼朕的，是你毁了朕的江山。今日，朕就算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。朕乃天子，也无之魂，也无之血，奉请公阅，荣于己身，化身为龙，诛杀此僚。强行融合残破国运，这股力量虽然庞大，但混乱不堪，充满了怨念与死气，根本就是无根之凭，自取。来吧，就让你这窃国之贼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。你这混乱的力量，如何与我千锤百炼、融会贯通的根基相比？给我破！朕不该。若非你周氏步步紧逼，视我如草芥芦底，又何来今日？这一切不过是你们咎由自取。王爷，捷报，捷报啊！皇陵未覆灭，周皇伏诛，3座城池百姓已基本安抚，我军正在清剿残敌，接收城防。大周完了。王爷，末将幸不辱命，3城守军主力已被击溃，血祭阵法已彻底摧毁，救下百姓无数，我军伤亡在可控范围内。做得很好，李文书，立刻组织人手，稳定接收大周各州郡，张贴安民告示，沿用大梁律法，尽快恢复秩序。赵将军、王将军，你们安排好伤员抚恤，有功将士记录在册，待本王回师一并封赏。是。
你父亲死了。我知道，也感觉到了。大周亡了。呵呵，是啊，亡了，亡在你这个瞎子废物贱命炉鼎手里，真是天大的讽刺。嬴彻，你赢了，你毁了我的家，我的国，我的一切。现在你是来杀我的，对吗？给我一个痛快吧。你废了我，为什么不杀我？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从今日起，你就住在这里，这间屋子就是你余生活动的全部范围。你会活着，长长久久的活着，用你这双曾经俯瞰众生的眼睛，亲眼看着我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，如何让这片土地焕发比你大周时代更盛的生机。就像当初你们让我这个瞎子在偏院里安分守己一样。好好享受你的清静吧，公主殿下。你回来了。大周真的亡了。亡了。我输了，输给了你，也输给了我自己。为了所谓的大局，牺牲了太多，最终什么也没能守住。你的大局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是啊，错了，错的离谱。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大梁王嬴霸。我会去宗庙后山结庐而居，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。你好自为之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王爷，根据初步统计，大周国库及各州郡府库已经接收完毕。然而连年战乱，民生凋敝，各地流民数量庞大，急需赈济。前朝吏治腐败，积弊甚多，需大力整顿。王爷，各地虽传歆而定，但仍有小股前朝余孽和趁乱而起的匪寇流窜，需要时间清剿。做得很好，李文书立刻组织人手，稳定接收大周各州郡，张贴安民告示，沿用大梁律法，尽快恢复秩序。赵将军、王将军，你们安排好伤员抚恤，有功将士记录在册，待本王回师一并封赏。王爷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如今四海初定，百废待兴，急需新朝确立，以安天下民心。还请王爷早登帝位，定下国号，昭告天下。登基之事暂缓，眼下首要之事是安。李文书，老臣在。即刻以我的名义颁布安民令：其一，大周原有赋税，一律减免3年；其二，开仓放粮，设立州棚，全力救助流民，组织他们返乡或就地安置垦荒；其三，严惩贪官污吏，凡有欺压百姓、趁乱掠夺者，无论出身，立斩不赦。王将军、赵将军，你二人负责剿匪安境，同时从接收的州军降卒中择优整编，汰弱留强，纳入大梁军体系，务必尽快恢复各地秩序。遵命。几位老先生，你们熟悉前朝典章制度与地方事务，整顿吏治，安抚地方之事，还需你们多多费心。我不管你们过去如何，只看今后表现，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。愿为王爷效犬马之劳。记住，我们打天下不是为了坐在白骨堆上享受，我要的是一个真正朗朗乾坤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。一切政令皆以此为准。谨遵王爷谕令。恭喜王爷平定天下，再造乾坤。小女子此番是来辞行的。你要走了？
此剑事了，我的任务已完成。王爷已将此剑命运彻底扭转，前路一片混沌，再无定数，正是我天机阁最乐见的情形。你们天机阁到底在谋划什么？王爷只需知道，我阁对您并无恶意，相反，我们很期待您未来的旅程。未来的旅程？此界不过是无垠星海中的一粒微尘。王爷身负如此气运与潜力，难道就甘心永远困守于此吗？言尽于此，王爷，我们有缘，诸天再会。我不祭天，因为我被修饰，我朝子民当自信自强，不靠天，不靠地，只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打拼，去创造。旧朝已朽，暴政已除，自今日起，新朝立，国号为乾，朕嬴彻即为大乾开国皇帝，年号开元。朕在此立誓，必使我大乾司法度，清吏治，兴民生，强武道。凡我大乾子民，皆可安居乐业，皆有上升之阶。凡犯我大乾者，虽远必诛。此事天地共鉴，万民共振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大乾万岁！万岁！陛下，各地清障田亩，整顿吏治已初见成效，流民安置也已过半。但前朝余孽，尤其是原大周几个边镇节度使，拥兵自重，拒不归降，并打出清君侧、护周氏的旗号，暗中似有玄冥宗参与势力活动的迹象。陛下，给末将3万精兵，定能将那几个不识时务的节度使碾为齑粉。玄冥宗的残党正好一并剿灭。玄冥宗不必劳师动众，把他们的据点位置给朕。陛下，您是要？朕亲自去内政之事，你全权处理，按既定方略推进即可。兵部整军备战，但暂不主动出击，待朕回来再做计较。臣遵旨。站住！什么人？金色的眼睛，他是嬴彻，快放箭！魔鬼！他是魔鬼！快跑啊！玄冥宗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保护宗主！嬴彻竟敢孤身前来，今日定要你血债血偿！一缕残魂附身到王凯身上，苟延残喘，也敢妄言复仇。这次定要让你灰飞烟灭！啊！太弱，连给朕塞牙缝都不。不，一手引珠，降手不杀。快了，
就快了。打通这条幽冥通道，接引九幽魔神之力，定能将那营彻挫骨扬灰。冥顽不灵，死不足惜。你不能，这是通往无上力量的。味道还是一如既往，下次这个垃圾还是直接用雷法救他。陛下，我族愿勇士与大钱交好，特献上我族圣物同心骨一对，聊表心意。陛下，我商方愿开辟与大钱的永久商路，互通有无，并愿遵从大钱律法。陛下神威，荡平寰宇，我等散修佩服。愿在陛下治下，寻移动天福地，静修悟道，必要时亦可为大钱效力。启奏陛下，自安民令。可荒令推行以来，天下田亩倾瘴已毕，新垦荒地数百万顷，各地官仓充盈，流民基本绝迹。工部依陛下所授高炉等法，钢铁产量翻10倍。新式农具、水车已推广各州，农事效率大增。各地武堂已建立千所，适龄孩童皆可入学习文练武。此乃开端，远非终点。朕要的是一个人人如龙、强者辈出、文明鼎盛的万事不易之基业。当人皇比打架还累，难怪周皇的老狗心理变态。陛下，如今各地归心，新政推行顺利，百姓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，大钱国运昌盛。检测到速度建立不朽基因，阶段性成就，可开启万界签到呈现。诸天万界，新的征途即将启航。万界签到，听起来似乎更有意思了。